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。这个是一道很简单的广式餐点，豉油鸡腿。如果没有时间煮一整只鸡，我们利用鸡腿做最简单的版本，只需要少许的时间就能够做到相同的味道，适合周日的晚餐吃饭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鸡腿、生姜、大蒜、陈皮、黄糖。首先，我们来准备所用到的材料。我已经先洗干净这些姜了。首先，我们把姜切成片，很简单。切好后放入碗中，再接着准备蒜头。把蒜头去皮，很简单的，在两端碾压一下或者去切掉尾，皮就可以剥开了。很容易就能够有整粒的蒜头。把蒜头去皮后切片，继续把蒜头切片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自制香料，这些陈皮是我自己晒干的。其实我们新年期间是不是很多干？每次吃的时候都需要刨开皮后，不要直接丢掉，可以省一点。剪开，剪碎1/4或者1/5都无所谓。如果没有陈皮的话，可以选择跳过。现在来准备酱汁，再做一个豉油酱汁，2汤匙蚝油，3汤匙生抽，3汤匙老抽，2汤匙绍兴酒，1/4茶匙胡椒粉。我会用黄糖，很多人通常会用冰糖，没关系，白糖也没问题。豉油鸡的味道不要偏咸，要加多一点糖来中和味道。加1/2茶匙盐，不需要太多。搅拌均匀之后，试一试味道。现在试一试酱汁，看看是否需要再调节。我会再加一点水，这样就完成我们的酱汁了。颜色很漂亮。酱汁做好后，我们可以汆烫鸡腿。现在来处理鸡肉，把鸡肉清洗干净一下，方便等下汆烫。稍微撇去鸡皮的脂肪，才能够更好的上色。首先，在锅子加上热水，开火。还没汆烫之前，给大家一个窍门：鸡腿这个最后的部分，用刀子戳一戳，这样可以让鸡腿更容易入味，也比较容易熟透。千万不要刺穿鸡皮，如果刺穿鸡皮，就会松开来，有缝隙。让我再示范一次，把鸡皮移开，然后用刀子轻轻地搓一搓。为了更加安全和更加稳定，手拿着鸡腿并操作。把鸡腿放到锅里，确保每一只鸡腿浸泡在水里，确保是开水。鸡皮去除了一些脂肪以后，就能更好的上色。浸泡之后，鸡皮就会收紧，表面的脂肪已经去除了，可以捞起来了。过了1分钟半，把鸡腿取出，关火，放入另一个碗中放凉，然后准备炒香料。现在我们转开大火，下1汤匙油，炒一炒姜，这样姜就能释放味道。接着我们加入大蒜，爆炒1分钟左右，直到释放香气为止。过了1分钟后，放入陈皮，然后转开中火，再炒30秒，开始释放香味了。接下来，在锅里放入1/2杯的开水，煮一煮，把姜和陈皮的味道煮出来。接着加入豉油，然后再放入鸡腿，确保每一个都完全浸泡在酱汁里。接下来，把豉油淋到面上，关小火，不要太热，这样就能够上色了。剩下的酱汁，我喜欢淋到鸡腿上，令到上面的部分也同样递上色和入味。慢火，现在盖上锅盖，煮上10分钟。今天的豉油鸡腿是广东豉油鸡的一个版本，通常都会用一整只鸡。在2200年前的汉朝，由于盐的价格颇高，就发明了豉油来拖长食物的供应。然后经过时代的变迁，就变成亚洲美食最普遍又极为重要的食材。广东话叫做豉油。我们今天会用到2种，生抽也是许多人认为是普通的酱油，味道比较咸，通常用来提升咸香味。老抽的味道比较温和，稍微较甜，也因为增加了焦糖浆和比较长的发酵时间变得浓稠，为鸡腿加上一些较深的颜色。关小火，不要太热，如果太热，很快就会烧干，鸡肉就不熟。慢慢把鸡肉泡熟，煮10分钟，再翻转。煮了10分钟后，掀开盖子，翻转鸡腿，
这个就是浸泡过后的颜色。要更深的颜色，可以多加一点老抽。鸡腿翻转后，盖上盖子，煮上一阵子，看一看。过了2分钟，掀开盖子，开大火收汁。大火能够收汁，让酱汁更浓郁。掀开盖子，释放蒸汽，把汁淋到鸡肉面上。酱汁变浓后，让鸡腿上色和入味。大火收汁，大概6分钟，不时淋到鸡腿上。过了6分钟，试一试酱汁的味道，够咸，味道不错吧？香甜，不会太咸，也不太甜。豉油鸡腿不要太咸，少许甜味就好了。而且下次再煮的时候要再加一点生抽和其他的调味料，鸡肉会吸收那些咸味。下次的时候一定要再加生抽，才会够味。关火，要知道是否熟透了呢？拿一根筷子戳到最后的那里，没有红色的血水呢，就可以了。如果有一些红色的血水，就还没熟，已经熟透了。好了，拿出来，把鸡腿取出摆盘，当然也盛上一点酱汁。朋友们，豉油鸡腿做好了，一道香气扑鼻完成了。这道菜的制作相对简单，豉油鸡腿都是一道美味可口的佳肴，带给人们舌尖上的愉悦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